女人正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容颜，一个人却突然出现在她身后。女人回头看清来人后，欣喜地笑了。男人帮女人捋了下头发，女人瞬间陶醉在这温柔呵护中。可当她缓缓睁开眼时，却发现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。原来这一切只是女人在幻想丈夫出远门回来了。女人顿时深陷在失落中，可她万万想不到，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，一场危机竟悄然来袭。徐兰慧是一名农村留守妇女，丈夫进城打工，留下她和年迈的婆婆住在相邻的2个院子里。俊俏的小媳妇独守空房，做婆婆的难免心里有所顾虑。而这天，徐兰慧正准备洗澡，一件蹊跷的事情发生了。在漆黑的夜色中，一个神秘的身影如趋光的萤火虫般，正在向窗边缓缓靠近。而在窗的另一头，徐兰慧已经解下了上衣的所有纽扣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那双贪婪的眼睛。直到她转身想要拉上窗帘，谁？巨大的声响让徐兰慧慌了神，也惊醒了隔壁的婆婆。走出屋外查看，却只剩大黄狗连声咆哮。婆婆惊疑地看向儿媳院子，随后便意味深长地咳嗽了起来。此时徐兰慧还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留守生活早已开始暗流涌动。徐兰慧平日里除了在田间劳作外，还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体弱多病的婆婆。婆婆的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，觉得自己这副身体给儿媳带来了莫大的拖累，让夫妻俩常年分居两地。可徐兰慧却始终没有一丝抱怨和委屈。直到昨夜那场意外的发生，婆媳间和睦平静的生活开始出现了裂痕。婆婆开始怀疑儿媳是否作风有问题，她有意无意地提到儿子在外面吃苦受累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试图暗示徐兰慧要安分守家。对了，孙儿你那样咋了？没咋呀。婆婆还是没忍住问起了昨晚的异常。徐兰慧显然也听出了婆婆话里有话，可最终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没去接婆婆的话。但她的心里还是隐隐闪过一丝不安。昨天晚上是否真的有人偷偷进了院子，她自己也不能确定。而就在徐兰慧忧心忡忡之时，更多的怪事却接踵而至。夜里，徐兰慧独自对着镜子发呆。长夜漫漫，独守空房，徐兰慧难免心生寂寞。突然，一双无比怀念的手搭在了她的肩上。徐兰慧顺着手臂向上看，脸上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搭在肩膀上的手开始向上游走，像上次分别时那样爱抚着徐兰慧的面庞。徐兰慧享受着这熟悉的触感，内心也随之掀起了阵阵波澜。然而恍惚间，徐兰慧又睁开了双眼。原来刚才的一切不过是自己的臆想，巨大的失落感顿时将她包围。她只能向远在城里的丈夫打去电话，让丈夫的声音给自己些许慰藉。可挂掉电话后，留给徐兰慧的却是更加难熬的寂寞和空虚。她不知道自己这种脆弱的状态早就被人盯上了。徐兰慧闲时常常和左邻右舍一起打麻将，这其中就包括风流成性的大军。大军的妻子外出打工，他便搭上了同是留守女人的巧心。巧心年轻貌美，性格很是讨人喜欢。然而大军似乎又看上了徐兰慧，不仅在生活中对徐兰慧照顾有加，在牌桌上也是不吝指导。咱俩都是那口子不在身边的人，得互相照应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徐兰慧显然听出了大军的话里有话，眼神不禁躲闪了起来。然而徐兰慧不知道，对自己感兴趣的可不止大军一个。村里的医生沈云平最近也开始频频向徐兰慧献起了殷勤。作为男儿身的沈云平，却比村里的其他女人还要多上几分阴柔，因此没少受巧心等一干人的嘲笑和调侃。唯有徐兰慧没有用别样的眼光看他，还常常到她的诊所里为婆婆抓药。徐兰慧万万料不到，她的生活很快将因这2个男人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这天晚上，徐兰慧的院子里再次传来了可疑的声响。隔院的婆婆立刻穿上衣服，蹑手蹑脚地向徐兰慧的院子赶去。可还没来到大门口，她就看到一个背影飞也似的逃离而去。由于天色太暗，她没能看清对方到底是谁，顿时恼火万分，想直接找徐兰慧问个明白。但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妥。深更半夜敲儿媳的门，儿媳会怎么看待自己呢？况且自己也不确定逃跑的男人跟儿媳到底有没有关系。无奈中，婆婆只能悻悻而归，但她也没有放任不管。次日清晨，
婆婆直接牵着自己的大黄狗来到了徐兰慧的院子里。此时徐兰慧正在墙边清理着碎砖，看见婆婆牵狗过来，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。婆婆则意味深长地解释说自己睡眠前，晚上外面有任何风吹草动她都听得到，大黄狗还是留在儿媳这边帮忙看家。婆婆的意图很明显，就是想让大黄吓走那个半夜翻墙的采花大盗。为了帮儿子守住媳妇，婆婆显然已经费尽了心思，可她万万想不到，没多久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。这天，村干部突然收到消息，经常聚在一起打牌赌钱的孙嫂和巧心几人竟因为赌资发生了冲突。孙嫂认为巧心联合大军出老千赢她的钱，索要赔偿未果，才闹了起来。双方大打出手，争斗中徐兰慧还遭到波及，手臂上留下了几道血淋淋的伤痕，而这顿时急坏了诊所里的沈云平。他一边给徐兰慧擦药，一边劝她远离这些无谓的争斗，可焦急又暧昧的语气却让徐兰慧恍惚了起来。沈云平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慌忙闭上了嘴巴，可短暂犹豫后，竟又紧紧抓住了徐兰慧的手。兰花，其实我心里我特别……沈云平显然想借这个机会向徐兰慧表白，可深情款款的他却没想到，徐兰慧的婆婆竟冷不丁地闯入进来，打断了两人。徐兰慧见状慌忙解释自己在劝架时受了伤，来找沈云平只是为了处理伤口。然而婆婆却怒目圆睁，显然不相信儿媳的话，最后面色冷冽地将她叫回了家。婆婆刚一进屋就流下了婆娑的泪珠，认为徐兰慧做出了对不起儿子的事。徐兰慧正欲辩解，沈云平又突然打来了电话，她只能匆忙挂断。见此情景，婆婆哭得更厉害了。徐兰慧一时失语，刚到嘴边的话也全部咽了下去。此时两人都没有想到，围绕着这个家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这天晚上，疑心四起的婆婆再次来到徐兰慧的院外，这回她看得分明，门外站着的男人正是沈云平。婆婆侧耳倾听，却听不清他们之间的谈话。在和门内的徐兰慧交谈几句后，沈云平就转身离开了，背影似乎还带着几分落寞。徐兰慧把沈云平夜访的事告诉了巧心，巧心早就看出沈云平对徐兰慧有意思，他会有这番举动完全在意料之中。此时徐兰慧仍是心有余悸，而让她更加烦心的是，现在婆婆跟她说话的态度都是藏着掖着，明显是信不过自己。而正如徐兰慧所想的那样，在亲眼看到沈云平从儿媳妇的家门口离去后，婆婆更加认定徐兰慧和沈云平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于是左思右想之下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她很快找到张主任，向其控诉沈云平心术不正，医术不精，吃完他开的药，病情反而加重了，自己的钱全被这个江湖郎中骗了。张主任闻言答应婆婆一定会调查清楚。然而婆婆万万料不到，沈元平的事还没着落，一个她无法接受的噩耗却已经在前方等着她了。这天晚上，竟有人翻上围墙，将一块肉丢给了大黄狗。第二天，当村民们发现的时候，大黄的尸体早已凉透了。悲怒崩溃的婆婆忍无可忍，当众给了徐兰慧一巴掌。别叫我妈！你要真把我当妈，你不会毒死大黄！婆婆认定儿媳是因为大黄妨碍她和沈云平深夜密会才下的毒手。徐兰慧顿感委屈不已，坚称自己和沈云平没有任何瓜葛，那天晚上两人只是正常的交谈而已。但婆婆说什么都不愿意相信儿媳的话，甚至要让儿子回来离婚。说完不解气，又开始动起手来。徐兰慧越发绝望，一气之下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，抬起腿就往一旁的墙上撞去，打算以死自证清白。好在围观的人纷纷拉住徐兰慧，这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张主任赶到后，马上开始了解情况，并耐心地劝说婆婆，如果徐兰慧真的撞了墙，家里闹出人命不说，跟儿子也无法交代。徐兰慧平时怎么对待自己，婆婆心里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她的心要是不在这个家，又怎会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婆婆的起居？在张主任的劝说下，婆婆渐渐冷静了下来。可徐兰慧对今天的事却始终无法释怀。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揪出毒死大黄的人。为此，张主任不禁陷入了沉思。深夜，一个身影再次摸黑翻进了院里，而没了大黄狗的阻拦，他终于如愿爬进了徐兰慧的屋内。躺在床上的徐兰慧意识到不对劲，猛地一个转身，看清了这个不速之客的真面目，竟是巧心的相好大军。
家那口啊是我毒死的，我想来看看你，一点动静他就叫唤我一着急我。色欲熏心的大军承认了自己早已对徐兰慧欲罢不能，之前3番2次翻墙的都是他，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而这次目标就在眼前了，大军顿时如饿狼般扑向徐兰慧。危急关头，张主任带着帮手冲了进来，将大军制服在地。原来张主任判断毒死大黄和骚扰徐兰慧的是同一个人，料定他还会找机会进来，便早早埋伏在了院中。而大军万万料不到，自己刚才所说的内容都被录了下来。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，发现采花大盗是大军后，巧心却崩溃到难以自控。在众人惊疑的目光中，大军被押往了派出所。婆婆最终也明白自己一直以来都错怪了儿媳妇，但此时的徐兰慧最担心的却是巧心。不放心的她很快找了过来，不料却听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消息。原来巧心的丈夫在外面有了新欢，常年不进家门，气愤的巧心便和大军厮混在了一起。可让她崩溃的是，自己竟不小心怀上了大军的孩子。最终，巧心在徐兰慧的陪同下打掉了肚中的胎儿，并和丈夫离了婚，随后离开了这个伤心地。作为留守女人，寂寞和空虚带给她的显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。而阴霾散去后，村子迎来了新的阳光。在新一届的村民大会上，张主任宣布了村里兴建工厂的事，届时村民们都可以来厂里上班，男人们也不用再远走他乡了。这个好消息让所有村民都振奋不已。徐兰慧抬头望向窗外，眼神里散发着希望的光芒。她和丈夫再也不用常年分居两地，新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来到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